山姆回到俄亥俄州的老家，这里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。这个经济欠发达的沉闷小镇，把山姆所有的痛苦无限放大。母亲酗酒，妹妹处处针锋相对，关系最好的姐姐去世了，只留下回忆和遗憾。刚从大城市回来的她，40多岁，一事无成，大龄剩女，甚至连个朋友都没有，在大家眼里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。她得到一份在测验中心批改试卷的工作，这份工作毫无激情，生活也似乎一眼可以望到头。终于，山姆在一次改卷中情绪突然崩溃，泪流满面地夺门而出。这时，一个名叫约尔的同事跟了出来。这个其貌不扬的同事耐心地在旁安慰他。山姆尴尬地表示，自己的姐姐在半年前去世了。刚才试卷上的一个小作文让人触景伤情。约尔理解地表示自己见过他的姐姐，这让山姆大吃一惊。原来两人是同学，还是同一个合唱团的团友。当年的山姆是合唱团里的大美女，又是领唱，几乎是人人注目的明星团花。约尔的这番介绍让山姆吃惊不已，他没想到自己曾经在别人眼里那么完美，而这个约尔自己根本没有任何印象，真是尴尬不已。约尔体贴地让山姆回家休息，他说他会帮忙请假。山姆离开了单位，途中经过书店，看到老同学隔天有个新书签售会。这个老同学也是合唱团的团员，而且是山姆的老对手，真是没有比较，没有伤害啊。快餐店的蓝帽担心那本自传小说里提到自己酒驾的事儿，因为这个小镇绕来绕去几乎都是熟人。山姆回到家，母亲和妹妹竟然没有等他吃完饭。客厅里的妹夫正沉浸在游戏里，整个家里只有侄女热情地拥抱了山姆。因为山姆曾经看护过她1年，所以两人的感情很好。山姆很开明地帮侄女染了头发，但这让妹妹非常不高兴。追到地下室，对正在整理东西的山姆大发雷霆，指责山姆一事无成，臭毛病一身，就不要带坏自己的女儿了，特别染这种像同性恋一样的头发，这让山姆感到怒从心起。因为去世的大姐就是同性恋，妹妹这连死人都不放过的言辞简直不可理喻。看着妹妹离去，山姆从家里落荒而逃。老爸正在田边的空地上射箭，父亲知道女儿也是躲出来的，他表示这一年过得很艰难，山姆不能再认同了。Love you too, Dad. 孤独一人的工作餐，而邻桌却聊得热火朝天。山姆无法忍受地起身离去，每一件事儿似乎都在嘲讽他的失败人生。这时，约尔又出现在身边，耐心地安慰他。约尔提起学校的时光，山姆在合唱团里是那么耀眼，在同学眼里是高不可攀的大人物，自己很开心能有一天与山姆在一起共事。这一席话让山姆感到很不好意思，于是两人聊了起来。当聊到老同学的新书签售会时，约尔邀请山姆一起去，山姆同意了。约尔去买了一本，回到车上，翻到里面有关山姆的部分，全是阴阳怪气的描述。山姆认为作为死对头这样写已经笔下留情了，至少老同学里有人能出书是件值得欣慰的事儿。虽然这本勉强被称为书的小册子更适合蹲厕所的时候打发无聊时光，约尔表示可以看完就扔进马桶冲走，这惹得山姆忍俊不禁。约尔邀请山姆来体验一次教会的合唱团，山姆拒绝了。约尔仍然热情地留下了地址。这一天，山姆在家翻看老照片，当他看到自己游泳的照片时，侄女惊叹姑姑的泳姿很棒呢，这引起山姆游泳的欲望。于是他来到游泳池，在这里他看到几个中年女人正在开心地玩耍，有朋友的感觉真好啊。于是游完泳，他鼓起勇气来到了约尔的合唱团。合唱团人很多，但看起来并不像合唱团的样子，更像一个交友活动。山姆有点社恐，转身就想走，忽然约尔发现了他并喊住了他，于是他勉为其难地留了下来。接下来的活动有唱歌，有闲聊。山姆一直表现得防御心很重，不太能融入其中，也不太能接受别人的玩笑。直到很晚，约尔突然宣布希望听到自己崇拜的女歌手唱歌，说罢就开始大喊山姆的绰号。在热烈的邀请声中，山姆不好意思地站上了台。
有些尴尬地开始唱歌。这久违的感觉在歌声中被带起，音乐和放声高歌让山姆终于放下了内心的武装。真情流露，含着泪唱完了，得到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。山姆热情地拥抱了约尔。大清早，山姆就被邻居吵醒，衣冠不整的就跑出来讲道理，却发现已经中午了，尴尬地溜回房里。午餐是和约尔一起吃饭，弗瑞德和麦克也在，大家其乐融融地吃完。散伙时，约尔留了下来，山姆邀请他和自己一起去妹妹的商店。妹妹找山姆是为了请他帮写邀请卡，并不忘讽刺一下姐姐除了写字好以外一无是处。山姆尴尬地带着约尔离开。出门就撞上了妹夫瑞克，这让山姆想起自己在前一晚的教会活动上见到了他。约尔表示他不是第一次参加了，这让山姆感到很意外。作为一个中年游戏宅，瑞克怎么可能会去参加这种活动？其中必有蹊跷。在学校里，山姆上班玩手机，被人告到了领导那里。山姆遭到了一顿批评，他感到郁闷无比。休息时，他向约尔抱怨，看着约尔啃着奥利奥的夹心，山姆好奇地问：“那剩下的饼干怎么办？”约尔干脆就把饼干扔向垃圾桶，准头极差地砸到旁边的饮料机。孩子般的恶作剧引得两人开怀大笑。是啊，生活中开心的部分就像饼干里的糖心一样珍贵而稀少，更多的是平淡无奇和苦涩难言。那何妨把它狠狠地扔出去，管它会发生什么，至少能够享受片刻无伤大雅而肆意的快乐。山姆回到家里，拿早年放在钢琴凳里的歌本，妈妈正在沙发上酣睡，父亲却不见踪影。几经寻找，终于在田边的铁皮杂物房听到父亲的呼喊声。被风吹上的门把他关在了里面整整一上午。几乎脱水的父亲觉得都是自己不小心。安置了父亲，山姆如约来帮妹妹写卡片。妹妹的好友绿茶夫妻也在，妹夫瑞克贴心地买了披萨回来，口袋里厚厚的一卷钞票引起了山姆的注意。山姆回到厨房，又发现妹妹和绿茶正在鬼鬼祟祟地讨论自己。绿茶看似关心地询问，实则居高临下地对山姆的生活指指点点，这让山姆大为恼火。妹妹则火上浇油地说，山姆鬼混到40多岁才开始步入人生正轨，气得山姆摔门而去。郁郁寡欢的山姆提着啤酒和歌本来找约尔，发现了一个约尔的梦想版。冷嘲热讽的一阵评价，这可把约尔也搞郁闷了。屋里的气氛瞬间陷入冰窟，山姆起身落荒而逃。刚刚开始的友谊就这样失去了。山姆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，黑着脸上班，一个人吃饭。这天，他注意到姐姐和女友的旧照，于是临时起意去找姐姐的女友阿金。阿金见到山姆很高兴，也很意外。他看出山姆浑身散发出来的忧郁，山姆也毫不掩饰，悲伤地说：“姐姐总是会安慰和支持自己，没有了姐姐，这里的生活就是一场灾难。”阿金安慰他：“人总是要告别过去的，虽然很难，但必须试着努力往前看。比如，开启一份新的感情，买一艘一直想要的游艇。”说完，他拥抱了山姆。山姆决定来找约尔，约尔正躲在车库里借跳舞排解烦恼，看到山姆来，表现很冷漠。山姆主动的道歉，解释说自己只是羡慕、嫉妒约尔可以寻找开心，而自己却完全不知道如何开心起来。约尔告诉他，既然喜欢唱歌，那么唱歌就是开心的办法。但山姆觉得唱歌也会勾起自己伤心的往事。曾经姐姐给过自己一笔钱，让他去录制一盘唱歌磁带，他对自己唱得非常不满意，
于是把磁带藏起来，不愿给姐姐听。这本来是姐姐希望鼓励她的好意，却让她感到深深的挫败，最终沉浸在自责中无法自拔。然后她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好朋友的选择，但这些话引起了约尔的同情。约尔认为山姆心事太重，应该抛掉一些。这个抛的动作娘的让山姆好笑。Show me again. Just me. Yeah. Fuck, I didn't mean it. 于是两人在很娘的尊巴舞中冰释前嫌。邻居竟然是个毒贩，他满脸轻松地和山姆打着招呼，被警方带走了。山姆想起妹夫瑞克裤兜里厚厚的一摞钱，对于一个每周只有30美元零花的男人来说，这笔钱是多么可疑呀！于是猜测妹夫瑞克也可能是毒贩。基于这个猜测，山姆和约尔决定跟踪瑞克，查明此事。但 Just keep 3 cars between us. We're gonna lose them. Well,但两人跟着瑞克无所事事的闲逛了一天，最终跟丢了目标，只好无功而返。God, where is he? 山姆回到父母家参加烤肉晚餐，妹妹和妹夫也来了。侄女找山姆指导作业，这又让妹妹感到不满。山姆识趣地主动让位。 You're doing it wrong. Just the one paragraph? Yeah. 进屋看到瑞克挂在椅子背上的外套，忍不住就去翻，结果发现了2个手机，被刚好进屋的妹夫撞见。山姆尴尬地辩解着走开。 Excuse me. Okay. 瑞克则推说单位有事儿，匆匆离开了。母亲喝得醉醺醺的，不仅把蛋壳打进了蛋糕里，还往烤架上倒燃料，弄得差点烧到侄女。而父亲的脚伤也被大家发现了。母亲偷偷喝酒后就要驾车去超市，父亲试图阻止她，却被挂错档的车子压伤了脚趾。妹妹丢下烂摊子就带着女儿回家了，合家欢烤肉不欢而散。晚上，山姆如约来到合唱团聚会。全情投入地唱了一首压轴歌曲，赢得大家的热烈掌声。聚会结束后，山姆久久不能平静。他来到父母家，发现父亲还独自在仓库忙碌。山姆告诉父亲，必须要决定让母亲去戒酒中心。父亲认为自己没办法与妻子离开，但在山姆的说服下，父亲决定去试一试。但显然母亲根本不能接受。隔着窗子，山姆看到父母的争吵，让他感到心疼又无奈。妹妹很重视购物节，精心地设计了商店的橱窗，期待能脱颖而出。母亲被送到戒酒中心，父亲脚伤未愈，无法自己收割成熟的玉米，也没有更多钱雇机械收割。为此，山姆求助在农业学校里当教授的弗瑞德。弗瑞德答应帮助组织一些学生去帮忙。Yeah, you too. Thanks, Fred. 山姆在街上遇见了妹夫瑞克的车，于是跟了上去。没想到很快就被妹夫发现了。瑞克怒气冲冲地问他为何跟踪自己，山姆当场警告他，自己已经知道他所有的秘密了。瑞克一阵慌乱。当山姆说出怀疑瑞克在贩毒时，瑞克一点都没否认，爽快的就承认了，并请求他不要告诉妻子。山姆答应了。临走时，狠狠地警告瑞克不可以再贩毒。Get in the fucking car. Let's go. Okay, thank you.
Oh, shut the fuck up and just get out of here. 拯救了妹妹婚姻的山姆洋洋得意地和约尔提起此事，并有种在妹妹面前扬眉吐气的暗爽。而此时他却毫不知情，麦克刚跟约尔坦白打算追求山姆，这让约尔很尴尬。当他们来到酒吧，麦克的朋友克雷格横插进来，和山姆聊得很开心，结果喝多了。Good morning. 第二天，山姆尴尬地看着光着屁股的克雷格在自己家逛游，这真是对酒后乱性的一次深刻领悟。I'm going down. Not that low. Oh. 山姆让独自在家的父亲和自己一起去参加妹妹的购物节庆祝，父亲拒绝了，但在山姆的美食诱惑下，最终决定参加。Yeah. 这时邻居来访，父亲当着女儿就向邻居撒谎，说妻子去了一个没有手机信号的荒凉之地参加读书会，这让山姆和邻居都错愕不已。Okay. Sam. 父亲向女儿解释，这么说只是想保持低调，说着就担心妻子在戒酒中心被人追求，而且担心妻子戒了酒回来会看不上自己，因为自己的身材管理很差。山姆赶紧打断父亲的胡思乱想。You think? No, I know. 山姆来到妹妹的商店，却发现橱窗设计所用的彩虹配色让人以为是同性恋主题，甚至有人在橱窗上画下了不雅的图案。妹妹崩溃的临时改设计，终于慌乱地开张了。山姆在门口迎宾送小礼物，父亲穿着正式的到来，山姆开心不已。 And in a suit. Yeah. Rashma, hi. 商会的会长来了，妹妹非常紧张。山姆及时地出来解围，并帮会长处理了胸前的红酒渍。临走时，商会会长对妹妹的商店赞不绝口。 No, I mean, 妹妹终于主动开口感谢了山姆， Thanks. 这让山姆很开心。 You're welcome. 离开时，山姆却发现妹夫瑞克真正的秘密，原来他和妹妹的闺蜜绿茶暧昧不已。好的，第一季的前4集就讲到这里。这部剧灵感来自喜剧演员兼歌手布里奇特·埃弗里特的真实生活，背景设置在他的老家堪萨斯州，女主山姆由他本人饰演。虽然堪萨斯州的这个小镇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，但他却一直与此地格格不入，无法融入日复一日繁琐乏味的日常，直到他遇到老同学约尔。 'Cause you have friends. 发现儿时喜欢的唱歌给他带来的救赎，从此山姆开始踏上探索自我的旅程，也拉开了这个平淡而动人的故事。看着山姆的生活，让我想到一个问题：人为什么总会不快乐呢？他并没有生存的压力，也没有面临巨大的危机，更没有战争和死亡的威胁。但看到一半，我似乎想明白了，人总是对自己和别人充满期待，期待被关注、被重视，期待别人对自己好，期待做一件事必须有结果。可往往生活里期待越多，伤害越大。所以不妨拿起电话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打个电话，和阳光健康的人交个朋友，认真对待每天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少一些期待，多一些感受和交流，活在当下。好的，谢谢路过露天电影院，我是吉利波。喜欢我们的朋友请点赞关注，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见。